今天说书的内容是复制失败的为武则天。武则天居然有人敢仿她，山寨版，哭了吧？是谁？首先，我们先从正牌的来讲好了。正牌武则天大家都很熟悉，对，电视也演了很多。公元690年的时候，武则天终于登基，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。武则天的老公李治，武则天非常的有能力，做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收服大臣，以及管理好整个大唐。武则天总共生了2个女儿，4个儿子。第一个女儿呢，在她襁褓中的时候，为了自保往上爬，被她掐死了啊！所以这公主呢，就只能得个封号就结束了。重点在于她第2个女儿太平公主。太平公主是为武则天来弥补当时掐死第1个女儿的良药，所以她对太平公主非常的放纵、宠溺、宠爱。首先，他们先立第1个太子老大李弘，但李弘呢，在感业寺所生，营养不良，健康不足，在年轻的时候不明的原因生病死亡，只好找来了2儿子李贤来当太子。这时候李贤听了非常多的大臣说你母亲就是外戚专权，导致李贤开始觉得妈妈怎么做都不对，妈妈你就是干政，身为女人就不应该如何，对妈妈有非常多的叛逆的行为，比如说偷偷的积军血，妈妈就寒心了。对啊，会很伤心啊，因为做这些事就等于谋反，他只好被废为庶人。当时老三是没有任何的运气可以当太子的，没有想到因为老大跟老2的作为，导致老三李显被封为太子，就默默的上来了。李治在临死之前传位了给唐中宗李显老三。公元684年，李显终于继位了。同年的时候，他的庶长子李重福也出生了，所以他那时候的嫡长子李重润，副长子是李重福。武则天以为她老公会传位给她，武则天非常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她会觉得我为了你操心操力操劳累，把这个国家好不容易完成了，你居然在临死之前偷立遗诏，甚至立了居然就是老三儿子，而不是我。而且他还有写，武则天不准干涉政事，什么都不能管，但是只要国家遇到了军国大事，打仗要被侵略要战争什么的，都要问过武则天，但是权力还是不允许外患专权干政。武则天其实那时候是很寒心的，但是已经被这么写了遗诏，所以他们还是照做了。这个时候的宰相裴炎和狄仁杰，他们也照做了遗嘱。那时候裴炎呢是非常反对武则天的，他就是觉得你要干政，还好皇帝的遗诏就是如此，是正规的。这个李显啊，开始觉得我要从妈妈的手上把权力拿回来呀，只好从谁的手上下手呢？他老婆韦后，他就让韦后的爸爸韦玄真当了当朝第1宰相，这个根本就是火箭似的升级啊！大臣当然又不满了，没有按照顺序来，直接把它弄上去，那我也要。李显跟韦后太心急，他们觉得我们要从妈妈武则天的手上得到权力，就必须要安插自己人。但李显就是不会当皇帝的人啊。这时候，裴炎第1个又反对了。李显他根本就是一个幼稚的鬼，告诉裴炎说：“我就算把皇帝的位置给他，那又如何？”所有大人听了，国君无戏言呐！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国家说高兴给谁就给谁？裴炎就只好去求助武则天。武则天就在他的太师以上就说着：“你们不都很反对我吗？你们不都听了这个先皇的遗诏，觉得我是外戚，我不得干预国朝大事？”裴炎就说：“请皇太后帮忙啊，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会这样完蛋。”武则天就觉得机会来了，她当时就带了所有的禁卫军跟宫廷里所有的兵马，在李显上朝的时候，突然进来了，居然是妈妈带了一堆的兵马，从龙椅的前方直接把他废了，对，改为庐陵王。还被妈妈武则天给软禁，所以当时的韦后和李显都是被软禁的状态，开始了人情冷暖的生活。当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嘛，对，后来因为被武则天废了之后，就算身份是王，那一定很不甘心啊。但是不甘心的人只有韦后，就反而意志衰弱，开始一蹶不振了，就想着怎么办？会不会突然妈妈又来要我的命？会不会突然来了一个诏书说要我死？会不会谁来叫
我自杀。他也开始产生一些幻觉了。对，因为妈妈太可怕，妈妈太可怕，我是不是经营不够低调了？我如果再不低调一点，妈妈是不是就派人家来杀我了？这时候他外面听到的是妈妈登基了，的人妈妈变皇帝了。然后二哥李贤，他本来不是被废为庶民而已吗？对，李贤被杀了，那他不就更吓死？他就紧张到不行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死。没有想到，这时候韦后居然意外的意志坚定，开始给他非常多的温暖，告诉他死都不怕了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韦后呢，心智这么的坚强，其实呢，在李显跟韦后中途啊，因为马车非常的颠簸，他们只剩一个马夫在帮他们开车嘛。韦后在颠簸的过程中动了胎气，韦后就要生了。还真的就因为这样，他们就赶快找了一个破屋，就赶快把它生下来了，连襁褓的东西都没有。李显只好解下他身上的衣服，一件算是衣服，也算是披风，反正就是他的皇帝曾经用过的东西给他，就帮他做一个襁褓。那时候李显就跟他取名为李果儿，包裹的果，对，也就是之后的安乐公主。他们觉得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所以我们将来要非常非常的疼爱他，也宠溺他。这跟谁很像呢？太平公主。韦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为他而坚强，给他许多的暖。李显就告诉他一句话：将来我要是能够重回我的皇帝位，我必不负你，我一定要让你做你想做的事。这个时候，韦后居然听到了更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两个被废之后，导致牵连到全家。因为那时候不是把自己的爸爸成为了宰相吗？他听到他妈妈崔氏跟他所有的兄弟姐妹，他总共有4个哥哥，2个姐妹。新州的州长就是要强娶他2个姐姐，妈妈不肯，抵死不从，就把妈妈崔氏给杀了，所以导致全家都被杀害。这2个姐妹还好有逃出来，也是因为人情冷暖，又被落井下石，她毫无任何反抗能力，又因为老公的意志软弱，她度过了这么坚强的过程。武则天那时候已经到了80多岁，有一些大臣发动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下台，被奉为太上皇。在之前呢，武则天其实自己有感受到自己的寿命快到了。后来武则天做件非常令人敬佩的事，她并没有把这个朝代改为武姓，她一样还给李家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李显跟韦后又看到朝廷命官来了，我死定了，我的末日终于来了。圣旨一打开，册封李显为皇太子，班师回京，2个人终于又出头天了。公元698年的时候，他再次被立为太子，才终于复辟了。登基之后，武则天被封为太上皇，而后以皇后的身份下葬，和她老公李治葬在一起。关于这个武则天和她老公李治的故事，之后再为大家特别做一集。韦后重新获得政权，再加上当时李显只爱玩乐，他很喜欢玩模拟市场，他出不了宫嘛，他就把他的皇宫呢打造成市集的样子，让王公大臣扮客人，就是模拟市集的由来。不是。他一点一点的心思都没有在朝政。韦后重获大权之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复仇，把他们家人都杀光的那一群，他下令把他们屠几族也不知道。对，韦后突然感受到权力的享受，他终于知道原来有权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也不会再被人家落井下石。这时候韦后开始觉得，我的婆婆这么的强大，是否哪一天她也能这么做？这就是复制失败的由来。为什么失败呢？对啊，当时武则天她成为皇帝的时候，她也有自己的后宫吧？可以有吧？那个时候不可以有。她那时候所宠的男宠为张氏兄弟，张昌宗和张易之这对兄弟呢，根本就是年轻的花美。原来那个时候就有男宠。是武则天觉得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好像也变年轻了，所以把他们宠上了天。这2兄弟呢，最厉害的也是能歌善舞。你也知道，古时候的皇帝只要看到能歌善舞的女人就会心动，着迷，就会想收她。武则天也是
是这样。为王后呢，有4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大长子、嫡长子为1的太子，再就是张宁公主啊、永寿、永泰跟安乐。701年的时候呢，为后的嫡长子仪德太子李重润和他的女儿永泰公主李仙惠，再加上为后的女婿就是李仙惠的老公武延基，3个人居然在家里背后议论奶奶武则天淫乱后宫。被听到不就杀头了吗？果然还被听到了，这些东西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，只好下了一道圣旨给李显，告诉他好好处理啊。吓都吓死了。李显和他老婆为后只好亲手杀了这3个人，3个全杀。他的嫡长子唯一的独子也因此这样没了，只剩下的女儿，包括很想复制太平公主的安乐公主。为后开始想要集结自己的力量，培养了武家所有的人，仿制婆婆的方式，找了自己的亲信。这时候就不能讲听众盼望了，在朝中安插自己的人脉。当时朝臣们最讨厌的人叫武三思。为什么朝臣讨厌他？因为武三思就是武则天的亲戚，他也想当皇帝，也想要有朝权。武则天最厉害的就是她当了皇帝之后，她并没有一人得到祭田升迁，她还把她的兄弟分派到荒郊野外的县市。那这样很明显啊，他并不是为了夺权，所以她没有被历史史书给否定掉，是唯一在历史正史上被承认的皇帝，女皇帝。那时候只要姓武的，通通都以为可以利用亲戚武则天而一举爬上去，鸡犬升天。结果武则天的这个行为导致连自己家里的姓武的都非常讨厌他，反对他。为后就觉得，那我就跟武三思一起联手吧，搞不好我有一天可以靠为后的力量成为下一个皇帝。在《唐书》的外戚传里，大概写到，好像是2个人私通了。没有想到朝臣告知了李显这件事，李显居然没有震怒于为后，第一个震怒的居然是告密的人，先把告密者杀了。我相信我老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婆帮过他，他会觉得他老婆不可能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呢，为后权力就越来越无限大，甚至他又跟武三思的兄弟武延秀私通，这个也太乱七八糟了吧！这个时候朝里几乎都有他姓武的武家势力了，再加上为后安乐公主自己的势力，安乐公主就觉得我也想要当皇太女啊！我如果当了皇太女，我是不是又是第3个武则天啊？他们的思想其实也还蛮跳跃的，都嘛是因为武则天有成功吧？哦，对啦，好，有1就会有想要有2跟3嘛。因为李显非常的宠溺为后跟安乐公主，居然也让为后仿照武则天在后面垂帘听政，权力之势养大了。对，只要告密者讲他老婆坏话，全部都杀。他完全相信他老婆，直到最后一次有一个将军跑进来又告密了，这时候他就觉得连将军都冒死连夜来告密，难道真的有这么回事吗？将军就说：“臣所说的话全部都是事实啊，绝无虚假。”为后听见了，他突然发现我老公的那个眼神好像闪过了一丝怀疑我了，他担心了，他居然没有经过李显的同意，命人把那个将军从高台上丢下去，那个将军当场撞到石头，脖子折断死亡。但这样子有点不打自招的感觉。李显突然吓死了，他甚至开始相信之前告密的这些人。为后越来越担心了，他就告诉了她老公说：“你当初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有朝一日复位了，让我做为所欲为的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他就同意他，让他继续干政。没有想到安乐公主呢，居然和武重训、武延秀私通。这对母女呢，都跟武家的人都有关系，就是想要借着大家的力量，用这个方式然后来壮大这个家族。这时候安乐公主发现了不对劲，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去要求爸爸封为皇太女。那时候她几岁啊？25岁，她就想当皇太女。哇，我那时候才刚毕业。你如果毕业，你就是皇太女了，你就是未来的皇帝了。真好。当时呢，武则天因为当了皇帝之后，所有武家的家族们都觉得将来就是武家的天下，武家也可以崛起了，所以他们也想利用为后的力量。到最后呢，他们把中宗李显的权力呢，慢慢的架空，几乎朝政都落在了为后跟安乐公主身上，所以所有朝政都以他们为在左右。武家的人通通都想要利用为后这个
外戚的权利呢，可以好好的夺回武家的天下，想要把中宗给废了，把它拿回来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觉得武家了嘛，怎么可能又还给李家呢？但这个天下毕竟还是李家打下来的。这时候朝臣大臣当然全部大力反对，朝中有一个武则天所托孤的大臣，辅政大权的，他叫魏元忠，他是一个耿直不阿的人，是他跟李显阻止了当皇太女这件事，他没有当成皇太女。就气死。景隆元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子李从俊啊，结了左羽林将军，两个人一起要去杀韦后，就是要推翻他们。结果没有想到玄武门的时候被挡住了，没有成功的进去，没有杀到韦后，士兵们临时倒戈，所以太子李从俊就在那时候就被杀掉了。所以他们发动第一次政变失败，母女俩联手决定毒死老公，毒死爸爸。既然我当不成武则天，既然我封不了皇太女，如果你现在死了，都是我的了。有一天，这两个母女就把李显用这个亲情拐到了房间，喂他吃下几个饼儿 ，Game over， 死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毒死了。《唐书》跟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出了一段叫做“皇后淫乱，干预国政，宗族强盛，安乐公主武延秀、宗楚客图为宗社，韦后跟安乐公主一起联手用毒笔把李显给毒死。为什么这样写？好像是为了要掩盖秘密。什么秘密呢？其实韦后害怕的是她私通的情人杨君和马秦客，很害怕被知道。再加上安乐公主呢，在反太平公主想当皇太女不成，再加上各方的势力，他们都觉得中宗李显就是我们最大的阻碍，所以这一段就变成很像叛乱、逆贼、篡位，为了要图一个真正好看的，才在上面写成毒害。这样是不是罪名就轻多了？其实应该是联合把他杀了。外传篇好像有这么写到哈，所以真没有非常正确讲，因为后面史书为了留颜面，甚至因为这个毒死事件有刻意被他们当朝篡改的行为，有点想要隐瞒了。李显就驾崩了。他们不是原本的嫡长子死了吗？那哪里来还有儿子？对啊，谁继承？只好从宗室中找一个庶子。韦后呢，就立了温王李重茂为王。这个庶子呢，就非常让韦后的母女俩痛恨、讨厌，不正统、不正派。他又不是嫡出，就是一个出人一美。因为安乐公主想要自己当皇太女，你来了，你就是皇太子了，那我当啥皇太女啊？这个情况下，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的女儿，再加上老四李旦的儿子李隆基，他们就只好发动政变，想要把李家天下夺回来。他们就先追杀韦后，追到了杀，后来再去追安乐公主。不晓得有政变这件事情，还在跟武家的人在那里浓情我去，然后还在那里画着眉画，进来了，快逃啊！他们又逃了一个地方，直接被砍头，把头给削了。历史史书是这么写了啊，写说他直接被砍，也有传说说他们其实有抵抗了好一阵子，还是死。韦后被杀了之后，还被拖到市集上游街给大家看，她就是这样可怕的女人。所以呢，韦后复制武则天失败，她后面变得太可怕了。安乐公主复制太平公主失败，后来就是由第4位皇子唐睿宗李旦继位。李旦呢，就是李显的弟弟，但是后来李旦他把位置又让给了李隆基，也就是他的儿子。然后到最后，太平公主才跟李隆基两个人开始又争皇位这件事情。结果后来太平公主输了，所以太平公主又被李隆基给杀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唐朝才终于走上安稳的路。